穿越到修仙世界当正派，可你的法宝却有点怪。抽一口能让人气质纯真、智力减半的电子烟，头探进去就会被卡住的洗衣机，又或者是可以暂停地铁车厢的怀表，你满脸黑线，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呗？自从穿越已经3年了，一没外挂，二没天赋，等级测试上你还被定了个最低级的下品灵根，如今只能在青云宗当个最苦逼的烧菜厨子。唯一随身相伴的还是2个离谱物品，一台洗衣机和一条破毛巾。这些年除了摸索出它们不可摧毁的特性外，其他什么作用都没开发出来。今天正好是青云宗1年1度的大测试，只要通过试炼就能加入内门。试炼内容很简单，大家进入幻境去模拟挑战宗主分身。试炼长老姚天浩一脸鄙夷，萧凡就你个臭厨子也好意思来参加试炼，当心被宗主幻象打断骨头。话刚说完，幻境门中一个弟子飞出，衣服上全都是血，眼见得出奇多进其手。长老淡淡保住战损，肋骨9处骨折，心肺重创，剑伤18处。转头看向你，现在还要挑战吗？你头皮一硬，再在这待下去也只不过是破厨子，或许靠洗衣机的特性没准能扛住攻击。于是点头踏入幻境，很快场景一变，一片山林中，一个青岭仙子正站在原地，眼不流转，灵力漩涡卷起，此人正是青云宗宗主公孙雅柔的一道意识分身。你召唤出洗衣机做盾牌，你的左手又是持剑，不过片刻他便飞身杀来，直接劈斩就把洗衣机打得震颤脱手。你口喷鲜血，心中几乎未定，这根本不是试炼，这就是谋杀呀！不多想，公孙雅柔又是一剑刺来，关键时刻你脑袋一缩到了洗衣机后，轰了一声巨响。等再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眼前一幕让你瞠目结舌，那仙子一样的分身上半身竟然被卡在了洗衣机里，口子明明很宽，可那苗条的身形愣是出不来，浑圆翘臀觉得老高，2条大长腿不太扑腾啊！这一幕怎么好像在某些地方见过呀？不对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不由他像是巨痛把他屁股后面瞄准中心，高举长剑，宗主得罪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青云宗后山禁地内，宗主闭关的石门轰然破碎，炊烟四起，公孙雅柔的身体从中走出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人跪倒在地，一手捂臀，一手捂着肚子，眼中满着惊恐，急促喘息。刚才那刻的感受实在惊心动魄，就好像有人拿一把剑将他贯穿，好像已经顶到位了。这感觉来自于自己的一缕分身，可现在已经和分身失去联系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这时纪灵长老到来，恭喜宗主成功出关啊！他微微合手，如今未破元婴之境，青云宗已经有资格参加禁域之战，眼下就派人去各宗公发邀请来山门会见吧。他们是一阵激动啊！宗主突破，我们青云宗崛起的日子要来临。至于开口，一阵悠悠钟声从远方传来，正如这只侧目。公孙雅柔浮现笑意，看来又有外门弟子通过了试炼。话音刚落，第2声钟声再次传来，众长老惊叹，2声，居然还有外门弟子能撑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没记错的话，这是青云宗成立至今第一个撑过一炷香的弟子吧。当的一声，第3声传来，头上戛然而止，众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3声钟响，这绝不可能，只有击败宗主分身才能办到，可这难度根本就不可能挑战成功的呀。雅柔点头，或许是我在突破时分身有所削弱受到影响。林长老，你去看看，这名弟子交给你来指导。来，这枚筑基丹交给他。是。林修元皱眉，诚然如宗主所言，看来是破境时分身受了影响，让闯关弟子捡漏。可是捡漏过关的弟子资质能好吗？另一头，姚长老目瞪口呆，信手实话在看着你。3声钟响，非是战败。萧凡，你竟然能以练气击败筑基，越级挑战，恐不如斯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而你也被恭敬请到了内门。此时林修元早就恭候你多时，身边还站了1人。不错，击败宗主分身，不愧是我青云宗看中的弟子。来，这是你大师兄冷风，以后内门琐碎的规矩就让他给你介绍。冷风面无表情点头，算是答应。林修元又热情递上一枚筑基丹，这是宗主特意赐你的，日后你还可以去藏经阁接续功法，老夫给你权限随挑选。这是越看这个弟子越喜欢，收了一个天才，舒服。你伸手接单的时候，他顺口问了一句：对了，你是何资质？下体灵根啊！林修元猛然缩回手，这小子果然是一条混进来的，这分明是捡了个垃圾啊！二师兄冷风的表情忽然柔和不少。林修元咳嗽2声，那个萧凡啊，其实进入内门后还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是继续修炼，二呢是跟外面弟子一样出凡俗，但会给你提供一瓶聚灵丹，帮你畅享富贵。我看你选第2条就不错，我再补偿你1万两银子。可你却拒绝，印度力气放声大吼：回禀师尊，我萧凡修行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师兄师姐，服务长老宗主，服务金鱼宗。这吼声像是天空啊！周长老们纷纷看了过来，这新来的弟子能这么说，可见是爱宗埋到骨子里了呀。林修元脸色大变，好气！这全宗门都听见了，这还怎么劝退？好，这筑基丹你拿着，今后就跟着你冷师兄修行，没必要事情不必来见我。
说完就走。冷风对你一脸欣赏，小师弟，你真是个天才啊！智力肯定比一般人高得多，我欣赏你。走，我带你转转。你们先去了藏经阁，跳进功法的时候，你注意到书架最底部居然有一本奇怪的玉简，外部篆刻着符文，和普通货色差别很大，形如一袭。此物如此不凡，还不在书架内，就是它。回到看守长老处，弟子已选定功法。孙长老眉头皱起，这玉简是上古玉简啊！你心中有点狂喜，上古的有何特殊之处呢？哦，没什么不一样的。大手一挥，那玉简上就喷发出一个霞光，形成光幕，屏幕中有个修士搓了个火球出去。话刚说完，你脸就黑了啊！感情这上古玉简不就是个投影仪吗？我还能换吗？看守长了一脸鄙夷，就当长个教训吧。你们这几个弟子啊，总想捡漏，老夫天天在这儿，有漏还能让你们捡到？冷风安慰你，这玩意儿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可以灌注灵力录像，再将其播放出来，也算是个不错的小玩意儿。哥才回家后啊，你去了一趟青楼做测试，结果发现这洗衣机只能吸引女人，对男人无效。意识到自己带的这2件道具其实并不简单。实际上啊，这2样东西都来自于你意识中的神秘法宝昊天镜，上面共镌刻有7个符文，每解开一个就会解锁一样新法宝。如今2个已开，洗衣机的功效你是见识过了，可这条白色毛巾到现在还没有眉目，这玩意儿到底怎么用呢？为了探究作用，你选择继续任务上出轨，说是城南的赤云寺废弃了几十年。你过去一看，有人在啊，也不像是有鬼的样子啊，这啥情况？兄台怎么称呼呢？那人猛地回过脑袋，你能看得见我？得了，这才是鬼！一番打斗后啊，将其制服，才得知他原来是个家仆，2个月前不堪家中使唤才上了自杀。你看他可怜，将他收进了随身携带的戒指。另一头啊，由于宗主公孙雅柔突破了元婴期，邀请各大宗门前来会晤商谈，但宴请四方需要好点的饭菜。于是乎啊，林长老想起自己最近新收的弟子萧凡，之前不就是外面的厨子吧？就你了，你被安排为厨师做菜，随手扯条毛巾在他袖子上开始颠手。一段时间过后啊，师兄冷风从外面进来，萧凡，饭菜都做好了吗？外面客人都等急了。你扯着毛巾擦了擦汗，他忽然冷不惊呼：特级术师！话刚出口，他就捂住嘴巴。我为啥喊这4个字？活见鬼啦！你笑了，师兄你还怪有仪式感的，握住菜刀随切了一块土豆，可结果运刀如飞，那土豆丝连着飞起落到锅里。这一手给冷风是看傻了呀！凑到你胳膊旁，摸着下巴努力思索，师弟袖子上怎么多了条青龙，中间还绣了一个特字呢？之前有这玩意儿？你则是全身心沉浸在做菜中，怎么今天料理手感这么好，完全处于天人合一的状态？很快一道的菜被扫了出来，有宫保鸡丁、爆炒鸡胗、香辣鸡翅，给冷风看的是口水都流出来了呀！香，这也太香了吧！不管贵宾了，先尝一口再说。手刚接住了菜肴，粗糙金光从盘上冲天而起，我操，发光啦！看到你又炒好一盘放到一边，又一道金光，尼玛，这是下蛊啦！很快，这些菜被端到大殿内，宗主公孙雅柔笑了，朗声道：齐云宗成立至今，第一次迎来如此多同道捧场。毕宗特地准备了一些小菜，用来招待诸位。众修士们不禁纷纷赞叹，光闻味道便知菜品不凡呐。大家纷纷吞了口水。紫霄见到宗主，立腹一抱拳，多谢公孙宗主款待。地谋不客气了，一筷子下去，这是啊！刚一入口，一阵无比羞耻的声音从口中发出，全场陷入死寂。众人震撼目光中，立腹宗主这里面一之色不断揉搓自己的身体，他徒弟情缘号是绷不住了呀！师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却不料他突然开口，这的确是鸡的味道，而且顶级，重盐而滑的甘甜，仿佛波涛汹涌，席卷而来，却缤纷无比、引人入胜的浓郁口感，其他人都惊呆了呀！啊！呸！恶心，有病吧？一个老爷们儿，好歹是个宗主级人物，吃个饭至于这样吗？秦元浩是要吐了呀！没想到师尊是这种人，回去之后就要退走，这下丢人丢大发了，丢不起人位。利夫这会儿才恢复正常，很快也尴尬无比。不是什么情况？他也不像那样，怎么自动嘴里就开始点评了呢？公孙雅柔嘴角抽搐，厉宗主喜欢就好，真觉得那么好吃吗？他深深点头，此生从未尝过这等味美菜肴，哪怕是用选品弹药来换，我也愿意。这话一出，其他人都好奇了，真这么神奇吗？另一头，厨房内，冷风吃了一口你做的面，这是大呼美味，不得激动的同时，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爆了，你看懵了啊！看向自己的手臂，上面什么时候多了条青龙？是那条毛巾？难道这才是毛巾的真实作用？可以让人做菜技巧提高，还能让吃菜的人不易高潮吗？又让冷风尝了2道菜，这一次连裤子都爆了啊！就是这个味道，比我所知的四日凤凰酱油还丰富奥妙。Oh my god， 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啊！你要不要听听看资料说什么喂？这里是修仙世界，哪来四川？这时看到青龙图标最暗淡，
忽然灵机一动，又将毛巾绑上，又扯下。冷风宛如梦中惊醒，夸张大吼一声：“特级出师！”然后又开始胡言乱语，带着味道仿佛吸盘子就着舌头。你忽然明白了什么？一种道具，两个功能嘛。于是反复将毛巾系上扯下，系上扯下。于是乎，冷风就是这样的。再加上那种鲜美的酸味，特级出师！咸中带甜的炒蛋融合在一起，那种味道简直就是特级出师！原本因为热而丧失的那些活力，全部都再度出现了。等你实验完毕，他也反应过来了，我的衣服去哪儿了呢？等下，前面的菜是不是都送出去给宾客们吃了？你冷汗直流，完蛋！各宗主们不会都中招了吧？与此同时，大殿内，公孙亚柔是冷汗都下来了呀，眼前景象简直是妖魔乱舞。这些个宗主老头一边吃着，一边怪着娇喘，一边点评，还时不时来个爆衣。空中是各种布料，唯一例外的就是立夫的弟子秦元浩，站在角落瑟瑟发抖。不是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？渐渐的，吃过菜肴的宾客们终于苏醒，他们当场如遭雷击。不是，我们刚才到底怎么了？彻底疯狂！他们连忙换上衣服。公孙宗主，你必须给我们个解释，不然今天没完。亚柔一抬手，此刻任何解释都是苍白，举起筷子夹了一口眼前的菜放入口中。这一下大家都没话说了，自己都吃，这说明不是故意要害人。深吸口气，全身灵力运转，准备抵抗。忽然眉毛猛然睁大，这是啊！一股山呼海啸般的畅快感向一中袭来，连忙捂住嘴，娇音轻吐，同时空忍不住点评：太出色了，这烧麦虾子磨成泥后仍保留着弹性，鲜美蔬菜充满爽的口感，蛋黄松软柔和的甘甜，再加上金华火腿油而不腻的温润口感，外高的不行，再也按制不住啦！等一连串羞耻视频结束后，额头上西边汗珠渗出，一挥手连忙换上衣服，4个字从口中吐出：天运神通。此言一出，好似平地惊雷，各宗来人也许无数纷纷面如骇然。公孙宗主难道是说你们宗门里有一个天运神通者吗？这是他做的菜？亚柔重重点头，情何怒放。没想到这萧凡一个下品灵根居然还有这等天赋。等他和林修远找到你的时候，你也是一脸懵的。林修远说：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啊，居然有天运神通，这说明之前的灵根测试有失误啊。说着掏出测试球又要来一次，可这次结果比上次还不如，居然连下品灵根都没到，几乎没感受到灵根啊！这什么情况？之前不是下品吗？怎么这会灵根都没了？亚柔捏住你手，探测脉搏，细细查探下来，发现不对劲。问你，萧凡做差事后感觉如何呢？你轻叹，全身灵力枯竭，感觉腰子被抽空了一样。亚柔当即脸色大变，两嘴后叹道：天运神通十分特殊，极耗灵力，灵力不足便会消耗灵根，应当是伤到灵根了。如所猜不假，你现在资质已经连下品灵根都算不上了，你是想哭的心都有了呀！这好点境内给了道具，效果看成逆天，但付出相应代价也在情理之中，只是完全没想过代价会这么惨烈。宗主还有希望不救吗？亚柔思索一番，可以在更高级的丹学宗门内有丹药可以提升灵根资质，但我们青云宗还没有资格接触。念生暗淡，连青云宗都没资格接触，自己一个小修士又怎么还有希望呢？公孙亚柔思忖片刻，不要气馁，未必没有恢复机会。此番我们青云宗够资格参加禁域之战，届时紫霄殿宗作为主持门派会开启上古秘境，仅限筑基期弟子进入，说不定在里面可以一碰即缘。这次大比，你可作为其中一员带宗门前去，这一下希望是有了。等他们走后，你还是很绝望。回到家里，戒指里的白飞羽飘了出来，凡哥回来了呀！你勉强笑笑，不是说了让你少出门吗？外面有坏人。他憨憨一笑，我观察没人才出来的，有人也不怕，往哪儿都能钻，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，哪都能钻。你眼前一亮，一个大胆想法追涌上心头。灵根自己观察不到，有问题更无法治疗，可白飞羽不一样，他是鬼呀！灵根是无形之物，鬼亦是如此，说不定就能看见。撩开衣服拍拍肚皮，钻进来，到我体内看看有没有灵根在那啊！这怎么能往那钻呢？而且灵根是啥我也不懂啊！咱都是兄弟，相依为命，让你钻下不算什么。至于灵根，应该是长得像根一样的东西，你找找就知道了。白飞羽感动了，凡哥竟然把我当兄弟，不过我还是头一回钻人，能不能换个眼儿啊？你想钻哪儿？耳朵吧，我感觉耳朵孔大一点。别废话了，直接伸手进来吧。犹豫了一阵，白飞羽将手伸入你腹部，一切顺利，没有任何异物感。接着整个人钻进去，在里面茫然吼了一声：凡哥，我在你腹部只看到一棵红色小草啊，不过这玩意儿又短又细的，快熄灭了。你笑了，果然有戏啊！笑什么？什么又短又细？和别人比，这算粗的了。不会说话别乱说。对了，你试试看，能不能把我抻长点儿，别给我抻断了啊！白飞羽乐了，这不是你自己都觉得短吗？
一时抓住，范哥，我扯了啊！你心一横，别废话，扯！刚一发力，你就浑身抽出颗白沫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感觉快被榨干了呀！对了，有吸引灵气，用着法诀，瞬间灵气疯狂朝体内涌入，这数量是一千10倍呀！经过好多次测试，你惊喜不已啊！这白飞鱼附身在你身上给你车灵根，那你的资质就会提升数倍，使用法宝也没啥问题，这下舒服了呀！于是平时让他戴戒指里，有用的时候就召唤出来合体。而且这会儿试炼还开始了，各大宗门都派弟子进入上古秘境。青云宗不算什么大宗门，但得益于宗主公孙咬住经济突破原因，可以有2人进入，这名额啊就落到了你和冷风头上。很快，大家被随机传送到秘境内，一道熟悉声音在旁边响起：“师弟，这也太巧了吧！”正是冷风，一松口气，开局遇队友，好事儿啊！忽然发现不对劲，师兄，你在脸红什么啊？冷风摸了下脸颊，快发烫。师弟，说起来有点下流，但不知道我好像……你大吼一声，不好，中招了！2人立刻背对背扫射四周，大骂一声：“我操，哪个宗门这么下流？”冷风面色越来越红，火星宗竟然是火星宗，咱们被下药了呀！不远处，半人高的草丛内正蹲着一个人，他嘿嘿一笑，中了我的电软导风伞，还想反抗吗？好了，时间差不多，走出来靠近你。萧凡师兄，你把心一横，召唤出白飞羽，快到背后扯一下我的灵根！顿时，超越灵魂的剧痛传来，你浑身抽出口头白沫，跟做了电一样。去你妈的！灵儿被吓了一跳，是啥情况？这人抽倒了？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忽然旁边一个拳头打了过来，我靠！整个人被打飞了好几米。回头看，原来是刚才满脸超龙猛风，不知为何趁清醒，又是一拳劈来。灵儿飞身闪过，不可能！你怎么会不受影响？冷风冷哼一声，女人，你已经什么都不是了。说罢，2人挥剑又战作一团，就这么打着打着，冷风暗道一声不妙，不行，妖精又上来了，手开始不停使唤。师弟，你快醒醒啊！我打不过他！你刚从电阵中醒来，脑子里各种画面已经飞天了。师兄，你怎么清醒的？我不行，我还中了招呢！冷风接着大吼：“倒啊，倒出来就好了！你快点，倒完了换我倒，我也快不行了！”啊！贤者模式，这都行？你也是秃了呀？不是，老子休闲来第一场正式战斗，你让我先倒一把？不管了，情况紧急，手正上到正确的地方。白飞羽带着哭腔又惊慌失措的吼声响起：“范哥，不能倒，千万不能啊！求你了，我还在你手上！”这一下，冷风的催促和白飞羽祈求同时响起，仿佛天使和恶魔低语在左右耳中：倒或不倒 ，This is the question。另一边，外头的大殿前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给宗主们看了个清清楚楚。灵秀元死攥着椅子扶手，心中默念：千万别胡来，千万别胡来啊！2个弟子其中一个已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大人，萧凡要是还再来，自己就真的没脸活了。不仅仅是他，所有人都很紧张，生怕有人继续突破修真界的道德水平下限。片刻后，只见你直起腰身，众人松口气，但下一刻，你居然从储物间中拿出了一盘菜。原地吃了一口，顿时发出一阵浪叫，不但骚着弄自变得酡红，还在不断点评，大家都看呆了。不是，这菜还有抵抗魅惑术的功能吗？此时现场已经是2打1的局面，冷风大喊一声：“好，师弟，我不行了，你拖住他！火星宗手段好生厉害，等我疏导一下药力，再来助你。”只见他跳出战圈，就在3米开外，背对着你们，腰身微弓，手部疯狂运动。灵婉儿是真的要吐了呀！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侮辱。小子，我先了解你，再杀你师兄！一边对着一边冷笑，呵呵，我师兄是出了名的快，等他倒完了回来，定要扒你一层皮。这个字再次出现，灵婉儿明显气息一颤，差点背出一口老血，我杀了你！就这样又过了好多招，对方的确有点实力，急得大喊：“师兄好了没有？我快撑不住了！”冷风一边脸红一边憋着汗，这他喵才多会儿功夫，再拖一拖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说话！同时不断深呼吸，竟然是手臂上运作了灵力，运动的时候都出现残影了都。灵婉儿喷出一口老血，愤怒、屈辱、仇恨，各种负面情绪涌上心头。今天不把这2人家宰了，道心得受一辈子影响。彻底疯狂！感受到他进攻节奏大乱，你计上心来，姐，贱人，我师兄正看着你呢！啊，我杀了你！直接放弃你，朝冷风杀去，疯狂催动灵力，这剑德冲过去，轰了一声爆炸。随后烟雾大作，等烟尘散去的时候，灵儿只看到一个面容冷峻、眼神深邃无比的男人。贱人，你来迟了！贤者模式下的冷风战斗力异常凶猛，你趁机从背后召唤出洗衣机，一声尖叫，灵儿只听地被吸了进去，外面只剩2条大长腿不再扑腾着。战斗总算落下帷幕，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拷问情节。叫什么名字？你没有种就把我杀了！
冷风眉毛一竖，上去就是对着后丘一顿连续普通拍。贱人，为什么就打什么？偷袭我们，没要你命就很给面子了。哎，别，师兄，咱们都是文明人，别这样，咱不玩荡妇羞辱这一套。冷风上去又是补了一巴掌，听见了没？我师弟说你是荡妇啊！林婉儿是宁死不屈啊！你们两个人渣，我不怕死，要杀要剐尽过来。落在这俩变态手里，不如求速死来的痛快。你低头思忖片刻，换着飞剑拍打。总之就是经过了这样那样的审问之后，林婉儿还是不服，砰的一声，在为了观战的霍心中宗主下境，一只副手突然被捏爆，木屑纷飞，弟子遭此等大辱，他恨不得冲进去将那两个修真界败类切刀万剐。紫霄剑宗宗主立夫一挥手，来人呐，给下个宗主换一把椅子。看到屏幕中你拿着剑在林婉儿身后比划，原本一直无力的公孙雅柔表情忽然变得冰寒，不妙回忆涌上心头，这和他当初突破了元婴期时的莫名体验何其相似。想到自己留下的试炼分身莫名消失，按常理说相反绝对没有打败分身的实力，再看这一幕，越想越气，手肘不知自己用力，扶手突然捏爆。立夫尴尬笑笑，那啥，公孙宗主这样有伤风化的弟子的确很不幸，大家都能理解。来人呐，给公孙宗主换把椅子。重新落座后，亚柔冷脸看着身边林修缘、林长老，没记错的话，那两个都是你亲传弟子对吧？后者表情麻木，已经不是了。此时秘境内，无论你怎么恐吓林婉儿，他都只是大呼小叫，见他完全不配合，你心一横，把白色外子脱下。呀，你干嘛？姐，不干什么？你半天都不肯回答问题。我师兄口渴了，他想找点东西泡茶喝。冷风刚想反驳，可看到一双白嫩小脚，顿时竖起大拇指。师弟啊，你确实懂美食啊！林婉儿终于绷不住了，我说，你们想过什么我都说。把少女从洗衣机里放出来后，你表情重新温和。唉，早点配合不就行了吗？我们兄弟俩都不是什么坏人，别对我们防备心那么重。林婉儿是真的好郁闷，到底要我干嘛？直说吧。你呵呵一笑，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人多力量大，一起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结果他想都没想，好，我同意。他都盘算好了，先答应，等打起来的时候呢，老娘给你们两个背刺，狠狠的报仇。可你却早有预料，呵呵一笑，从储物戒中拿出提前准备的草菜递过去，把这个吃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相亲相爱队友了。林婉儿不疑有他，一般菜能有什么？吃就吃吧。之后的画面你们也知道是啥情况。而这一切都被你默默拿起投影预检记录下来。1分钟后，等他恢复意识后，你把投影给他看了一眼，他是真的绝望了。为什么我都答应配合你们了，还要这么羞辱我？你耸耸肩，师妹，你太危险了，咱们合作嘛，总要合作的基础，这个就是基础。如果一路相安无事，这东西不会让它消失，但若敢生出反心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一下凑近压低声音，师妹，你也不希望全修真界都看到你那副样子吧？此时为了观战台，做个宗主，内心为杂陈，这青宗弟子底线之低，道德素质之卑劣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更可怕的还有那个萧凡的天运神通，本来就是个废物技能，这家伙全换成花了，肉体上没有伤害，但直接攻击到心啊！不少人扪心自问，换他们自己也难以接受。而且现在更糟糕的是，这家伙还是如法炮制，继续让人入伙。这个套路这么玩下去，恐怕这场试炼要翻天了呀！此时你们三个盯上另一个单独走一路的修士，那人来自绝阵宗，实力强劲，据说是本次试炼的种子选手，一路尾行，直到周围草木之间稀疏，对方才停下脚步。三位跟了一路了，也是时候该现身了吧？3打1还用这么谨慎？你知道不妙，当即带他逃跑。这家伙明显已经发现你们了，而且有恃无恐啊！但为时已晚，他脚下法阵浮现，你们就都被困在其中，而且他自身也被一个金色巨钟笼罩住，任凭你们怎么攻击都没效果。不过你发现一个特点，火球术这类法术进不去，可飞剑进去的时候，满谷只拿剑格挡，这说明实体可以进入，只要能接近在身前2米范围内，此战必胜。不过满谷的确强悍，阵法内攻击频出，什么闪电啊、火球啊，折腾的是3人狼狈不堪。他冷笑，你们3人不过尔尔，今日就是你们死期。獠牙，这家伙比林婉儿强太多，不能再打消耗战。师兄师妹掩护我。看见就坐在金钟罩旁边，他冷笑，小手段罢了，还想破开我的防御吗？可不料一声浪叫在你耳边响起，只看到你手里拿了一个投影仪剪，上面一个搔首弄姿的女人。林婉儿愣住了，那不是我吗？萧凡这个畜生啊！趁满谷愣神的当口，你一下跳入阵内。他笑了，找死！主动进入阵法时的内阵一点常识没有，一剑劈斩过去，只要落到你身上时，你一把扯下手臂上的白布，青龙出现，当的一声，宝剑拖出坠地，满谷直挺挺站在原地，脱口而出：我操，特级出师！你露出邪魅笑容，左手连连挥动，不得将毛巾扯下放上，扯下放上，满谷跟踩了电门一样，在这原地疯狂哆嗦。特级出特级，给冷风和林婉儿都看懵了啊！这都行啊？不是师弟他怎么了？
这干嘛呢？你吼道：“你们俩别愣着，把眼睛蒙上先进来，再等我安排。别问，问就是天运神通。”之后啊，大家进入内阵，但他们俩都蒙着眼不受影响，你就不断掀盖毛巾，同时右脚伸出，为了防止对方用传送一剪逃跑，用脚趾头勾了下满谷的储物袋。只不过啊，袋子在腰上系得有点紧，脚趾头猛力一拽，就把裤子都给扯了下来，大腿上、屁股上、担子上画满了阵纹，顿时心中明悟，难怪周围没见到阵纹，感情这家伙纹身上了。修真界人才辈出啊！招呼他们一声：“你们俩赶紧揍他呀！我帮你拖着。”于是乎啊，之后的场面极其炸裂，林婉儿一边打一边哭：“小凡，你骗我，明明说了不爱传的。”林师妹，别生气，听我解释。刚刚的情况危急，只能出此下策。你总不希望咱们三个死在这儿吧？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特，你放屁！我刀心毁了，我这辈子跟你没完！特，林师妹息怒啊！你想想，咱把面积所有人都拉进来，我请他们吃饭，你身上这点事儿还算什么？所有人都发骚，这队没有人发骚。与此同时，在外头，砰的一下，椅子风炸裂，满国的师傅火怀里，这经济都爆炸了呀！利福淡定挥手，来人，给火宗主换把椅子，火怀里彻底疯狂！这小子其实太甚，自己引以为傲的弟子，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栽了？输了就算了，连裤子被人扒了，何等耻辱！嚷嚷乾坤，大庭广众，火星宗宗主下井安慰道：“想开点吧，火宗主，这才刚开始呢。”他可太能理解了，简直就是堪比心魔般的折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一会儿就是吃菜环节，那更没眼看啊！前的宗主面色极其惨然，这妖孽的底线竟然还能继续突破。公孙雅柔和林修缘则在头上埋进胸口，这种人是自家弟子，真的没脸承认啊！最后满狗入队，但他不服气啊！现在就销毁头云一剪，否则我死都不会和你们合作。你拍拍手，哎，小啦，格局小啦，满谷兄，你要把眼界放宽。这只是加入团队的流程，我们还要拉其他人入伙，大家都做过了，也就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啦。说到这儿，声音低的凑近，你不是一直以紫霄剑宗大名鼎鼎的天才秦元浩为目标吗？想想看，要是他当场发骚为我们拍下视频，满谷面色渐缓，好，那我合作，你把疗伤丹药给我。砰的一下，外头观战席上木屑纷飞，紫霄剑宗宗主利福椅子炸裂，当场就要冲出去，其余宗主连忙阻拦。厉宗主冷静，理智啊，大家都一样，这可是大比，不能扰乱秩序。利福都快气炸了呀！理智，你让我拿什么理智？下作，恶心！这畜生竟然把主意打到我弟子秦元浩头上，真要得手的话，就不是丢人那么简单。秦元浩可是来自某修真大族啊，这面子绝不能摆在紫霄剑宗手上。公孙雅柔连忙阻拦，厉宗主，这只是个玩笑，我门下弟子还是很识大体的，现在不过都是因为根基不足才出此下策。其他宗主都懵了要不然听听看你在说什么？小凡能识大体，这话说你自己信吗？那番劝道：“哎，算了，厉宗主不妨静观其变。秦元浩天资英才，定然不会中了这小子奸计。就是消息，来人，给你们家宗主换把椅子。接下来你们又碰到了霍星宗的人，偷袭之前你让满谷上。他一瞪眼睛，不行，我打不了。你就呵呵一笑，我可以教你克制霍星宗的法门，这可不是寻常能搞到的。他眼清亮，这种克制人家宗门的手段，可不是一般能听到的。凑近耳朵，等你说完后，你他妈的逗我！你拍胸脯逗你，我就不得好死。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打过林师妹的。好了，别废话，我和冷风师兄诱敌，你去旁边小树林冲锋一哈。他脸色变幻，阴气不定。擦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抽不出来。你拍肩膀，放心，我这有林师妹吃完菜后的素菜投影，来，这个给你，快去吧。满谷脸上阴晴不定，但一想到林师妹，这些都是为了对敌。没错，偷偷钻进小树林，深吸口气。这法门虽然下贱了点，但如果是真的，那就很有价值。对于一个修仙者来说，实用就是一切。众所周知，愈加强大的修士欲念更加旺盛。如今动作邪念要在小树林，满谷脸上浮现出一丝兴奋。终于投影打开，他的表情也定住了。葫芦娃大战蛇精好气！质问你，这他妈就是宇宙之素材！你别嘴，不然你想看什么？哇，不会吧？你想看林师妹啊？你还有没有底线啊你？满谷气急败坏，外头的宗门宗主则是长舒一口气，幸好他及时悬崖勒鸟，不然今天修真界的道德底线就要再次失守了。时间还过去5天，你已经如法炮制，收了40几名队友。这天啊，碰到一个龙吟宗的，擅长以音波伤人，被你俘虏后，你劝他兄弟加入我们，一起扫到秘境。打打杀杀有什么意思呢？对方一口口水差点吐你脸上，周围人抱着膀子冷笑，这小子完了。凡哥是个小心眼，你挥手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晚出列。一言不发，直接往他脸上撒了点颠软导风伞。不多时，微妙反应产生，你指着冷风阴笑，姐，那是我师兄，平生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喜欢撅人。现你这么硬气了，他已经撅了一卡车。只见冷风面露邪魅，不得靠近，那人终于崩溃了。别救我，加入！嗨，早配合不就得了吗？非得我们干点不体面的事儿，来吃
菜吧。老传统一过，又多了一名如此考比的新队友。加入比较早的好心安慰，别想那么多，赶紧把别人拉下水，多看几次心里就舒坦了。这时你振臂一呼，我打听过了，以往每一届冠军都是紫霄剑宗胜出，这公平吗？今天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就替天行道，把紫霄剑宗拉下马。大家有没有意见？没有，你笑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听我指挥。外头紫霄剑宗宗主利弗脸都黑得能滴下水了。混蛋！才第5天，竟然直接开始操纵比赛了，这真的让他成气候了。紫霄剑宗还玩个屁啊！其他宗主见状一阵舒心，把紫霄剑宗拉下马，那可是太好了。这小凡可真是个人才啊！虽然人品低劣了点儿，又过去几天后啊，你们碰到了一帮异剑门的人，他们战斗力很强，修炼的是口吐剑丸之术，吐出后形成的仙界刚猛无比，战斗力无双。大家这时候怎么对付呢？你呵呵一笑，这人收集了一堆妖兽的翔，然后分配给了几个人。等会儿我们追击异剑门的时候，他们敢把剑丸从嘴里吐出来，你们就把翔给我泼上去。广场上，异剑门宗主冷声道：“狂妄！我异剑门剑丸的一体，比我剑罡在外，万物不兴，岂能占人污秽之物？当然了，异剑门修士也是这么嘲笑你的，你也不着急，慢悠悠拿出投影一剪。哦，沾不上是吧？那没关系啊。等会儿你们从嘴里吐出剑丸，再有翔泼上去，最后你们又吃回去，我学生录下来，你们猜猜别人会怎么想？”外头的异剑门宗主绝望瘫坐在椅子上，魔鬼，这简直就是个魔鬼啊！异剑门弟子沉默了，乖乖入队。你们终于遇上了种子选手紫霄剑宗的秦元浩，他来自另外一个比他大的境域，而且是其中统治世家秦家的世子。这一次来试炼，简单来说啊，就是镀个金，而且他还会天运神通不灭火，一旦沾染上，只要灵力足够，就连法宝都会融化。恰逢此时，他的追击青云宗的大师姐冷若雪，这得手之际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剑下留人，这是你赶到了。”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，冷若雪被刺伤，勉强躲在你背后。秦元浩呵呵一笑：“小子，上次在青云宗你害我师尊出丑，今天我要你的命！打着钱报上名来，我不杀无名之辈。”你指的是冷若雪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杀他啊？秦元浩面色红温，别废话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你拍拍手，打，但我不跟你打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曼谷上。秦元浩不住反笑，没想到请了帮手，无所谓，你们可以一起上。你点点头，那兄弟们都出来吧，他让咱们一起上。随着声高喊，树林中黑压压窜出了300多号修士。啊！你笑了，各位兄弟，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天才修士秦元浩。你们说，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大家齐刷刷幸福大吼：“起来吃饭，起来吃饭！”秦元浩是气死了呀。不过种子学校的实力的确够猛，僵持10几分钟后才总算拿下来，他几乎被打得瘫痪动不了了。不过途中有个意外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战斗的动静实在太大，给地面都轰出一个大坑，这直接招惹到了境地内某种恐怖存在。那东西破土而出，赫然是一只巨大的不可名状生物。这下众修士都吓坏了，好似鸟兽散。你让冷风背着秦元浩带着冷若雪先撤退，没办法，不是你不想跑，是修为实在低，跑不了啊。索性不跑，转头留下。冷风道：“师弟，你不要命啦？跟我们一块走，他未必追得上你。”你却摇头：“放心吧，师兄，我的天运神通可以克制他，虽然打不过，但我秘法可以跑。”冷风深深点头：“师弟一定要活着出来。”你立在原地，眼中这强烈战意，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花里胡哨的塑料短棒。没错，前天昊天境的第3个符文解锁所带上的第3件法宝，虽然只是塑料，却能给人100%的安全感。第一次见到你就认出，此物不是别的，这是奥特曼变身器，官方名神光棒。这按下按钮才能变身，这才是你在秘境内横行无忌的最大底气啊！虽然平时不怎么看特摄剧，但依稀记得神光棒按下的同时，还得高喊奥特曼的名字才可以变身成功。技能记得2个，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什么射线，还有8分光轮。一会儿这大章鱼这赶过来，抽出8分光轮，直接上去给他剁了。不过有点奇怪的是，这上面的按钮明显是个推位按钮啊，还分了2档3档，是记错了吗？奥特曼还分等级？不管了，推到2档高级神光棒，今天也就是正道的光。哎呀！瞬间灵力被抽空，有那么10几秒失去了意识。这10几秒内都发生了啥呢？首先是那个怪物发生一声惊天咆哮，之后就像痛苦般触手不断疯狂抽搐抖动，也摔在地上。而秘境内的妖兽们有一部分莫名翻倒在地，不知出身体。天上的修士们因为了幸免，一小撮修士原本踩着飞剑跟着逃跑，忽然身形一晃，不是控制的从空中跌落，未受影响的那部分把他们纷纷接住。师姐师妹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冷风发现了异常，不对，只有你修士掉下去了，肯定是那怪物的小神有古怪，专门针对女人，赶紧拉上他们，快逃啊！其中一名玄兽宗的弟子也发生了端倪，兽群中受影响的大部分也都是雌性妖兽啊！这怪物居然如此邪异，能吼兽攻击，而且只是个特定性别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。满谷搀扶着他救下了一名陌生女修，紧急问道：“这位师妹，刚才是怎么了？”
是受到什么攻击了吗？女修士双颊生粉，死死咬着牙不肯说话，憋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一句：“我没事儿，快走吧。”怎么可能没事儿？有问题就说啊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女修士已经红完，她爆炸了呀！我真没事，别再问了。芒果看了看远方的怪物，居然摔下去，兴奋无比，成功了！凡哥真的拦住他了，凡哥牛逼！兄弟们，凡哥牺牲了自己，大家别浪费他创造的机会，咱们快跑！另一头，你回过神来，看到眼前踏倒在地的怪物，张欢一笑，这怪物也不过如此，简直空有其表，也还没变成成功了，就已经被我的光之力震慑住了吗？看来不用担心，再变一次身，直接宰了他。不过也很奇怪，刚才站了整整10多秒，灵力没完没了的被抽走，啥情况？是我只开了2档，还是名字喊错了？眼前的怪物又要醒，重新继续神光棒，应该是档位不对，给爷开满3档，再来一次！哎呀！吼了一声，怪物再度发出咆哮，又一次坠落。这次出手完全纠缠在一起，看样子已经不省人事了都。而原本拼命赶路的一群修士突施变故，身子走了几下，再一次仍然坠了下去。芒果他们这次留了个心眼，身边女修出问题的第一时间就把人捞了上来，而被救上来的女修一个个面色红润，就连一向冷若寒冰的冷若雪表情也变得鲜活许多，脸颊潮红，眼里闪着惊恐。芒果皱眉，到底怎么了？那怪物究竟用了什么邪法？你们什么感觉？我们会想办法应对，你们倒是说啊！女修们痛苦闭眼摇头，说他们能说什么呀？那头，你这边，等你再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事情，神光芒消失了，接着昊天镜的第3道符文也变暗，明显是使用到了极限，被消耗完毕。这怎么还是个一次性道具呢？但更尴尬的是，东西没了，自己还没变成功啊！那怪物只是晕过去，拔出剑一咬牙，趁你病要你命！白飞羽毛了摔，凡哥，你真不能上了！刚才都是我帮你拔着灵根撑着，现在灵根已经拔不动了，你咬牙拔！我不说停就不许停。白飞羽也叹气，说用力，得了，又是触电般的一般抽搐。去你妈的！这怪物的确是皮糙肉厚，躺着不动，让你杀都费了好久劲儿，终于是没力气了。可怪物还有一口气，难道自己就真的只能走到这儿了吗？叹口气对白飞羽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你快走，离开我后找我师兄。”说他别相信任何人。白飞羽猛然摇头，悲头中来：“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他从小就给人做奴隶，被使唤了一辈子，死后放了自由。你是第一个愿意给他做饭吃，把他当人看的。凡哥要是死了，自己就彻底成了孤魂野鬼。对了，想起来了，凡哥，你吃菜不是能恢复精神吗？快吃！”你叹气，灵根身受受损，不是吃菜能够恢复。可忽然这时，怪物抽搐了一下，彻底归西，从那爆发出许多红黑色的能量涌入体内，像是灼烧一样。待感觉过后，你查看昊天镜，第4个符文居然被点亮，换入道具是一张没有任何字迹的灰色光碟。这玩意干啥的？另一头啊，死里逃生的众人松了口气，女修士们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钻进海里去洗澡，男性们心领神会，被怪物吓尿了嘛，没啥好说的。各位宗主则是一脸懵逼，啥情况这是？自从刚才秘境开始动乱，他们这信号就没了，投影看不到里面任何东西。不过根据芒果和冷风的描述，利夫眉头一皱，这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天道之血啊，基本由血肉组成，没有智慧，大致分2种，一种负责毁灭，只在天上攻击，被叫做前兽；另一种在地面游荡，以散布混乱为主，叫做鲲兽。秘境那只不出意外，应该就是鲲兽，但从未听过吼声能对人造成影响的。之后的剧情啊，就是大家分排名，期间紫霄剑宗又以势压人，要搞出点什么幺蛾子来，你及时从密林中走出，用录像威胁秦元昊，这才解了围。不过这也让你和秦家还有紫霄剑宗结仇，如果继续带着青云宗，会让宗门承受很多压力，于是选择主动离开。临别前，宗主公孙雅柔给了你一个联系方式，让你离开后往南走，只有到丹元宗找到尊主温雅贤，他们是昔日好友，可保你50年无虞。于是乎啊，下一段新的冒险即将开始。好啦，不要小看《邪法法宝》第1季的故事，到这儿就算结束啦。本作呢，的确是非常搞笑的一部作品，但是啊，尺度也是真的大，我已经尽力申请情节过审了。截止到目前写完稿子，我也不知道能过审的部分有多少，但总体来说呢，还是蛮有创意的。目前第1季先行完结，第2季大概率也是不会再做了，原因嘛，你们都懂的。对后续剧情还感兴趣的，可以在番茄小说手机端搜索不要小看《奇葩法宝》，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60章，从这儿继续看就好了。那么我是猪猪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